韩先生，这么心急啊？手上有墨，久了就洗不掉了。那如果我不让你洗？何必呢？啊，笔已经砸毁了，何必强人所难呢？再说了，我不在乎。阮飞舟，你是来吃酒席的吗？今天是我二哥酒家开业，随份子了没有？那真是可喜可贺。那开席吧。来，恭喜！您真是没戏了。谢谢。知道了啊，谢谢。好。来，诸位，来尝尝我哥的手艺，吃这吃，吃这个。楚老板，石头慢慢吃啊。苏老板。哎呦，谭老板，感谢捧场啊！好，谢谢，祝你生意兴隆啊！谢谢，开业大吉。请坐，慢慢吃。谢谢。来，趁热。你二哥开了酒楼，挺好。大哥呢？忙什么呢？最近还在忙他的药房？我不知道。金师哥呢？他怎么没来？怕我们抓他？他是抗日分子这件事情瞒不住我，不过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不过问。毕竟大家有这么多年的情分在嘛。他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呢，最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工作。我发现，杀人似乎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当然了，刚接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确实是杀了一些，虽说不是我亲手开的枪，但我现在已经很少杀人了。真是难得你天良发现。可我怎么突然又想杀人了呢？因为你想掩饰自己的无能。三妹姐，你这么耿直好吗？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岭南女子就这样执拗，说话不会拐弯。如果你念在认识多年的情分上，你就多一丝善念吧。醍醐灌顶。看了这么多年的戏，早就懂了以和为贵的道理。你放心，我不会把事情做绝，毕竟
我还希望大家朋友可以多多帮衬，行吗，三妹姐？答应吗？你还是叫我陈立夏吧，叫我 Summer 姐的那个软非洲，不敢逼我答应什么事儿。诸位，感谢诸位的到来。广东人吃广东菜，中国人吃中国菜。在这里呢，谭某敬所有中国人一杯，干杯！美味しいね。どうだ小沢。あ、模様会場見物したな。店の場所は決めてるか？そういえば中華料理は本当に美味しいね。ねいやなんだか自分の店をやる自信がなくなってきたよ。そうか。じゃあ切符を買って田舎に送ってあげようか。いや冗談だろ。でも中国人にも俺らの山口の味を味わってもらえたらそれも一つの楽しみだね。お前ずるいな。素直じゃなくなった。正直に言えよ。この辺りで店開く勇気があるか？そうだな。ここ数日俺がいろいろと味わった結果では広東料理は確かに美味しいけど俺らの山口の味もかなり特徴があると思う。そういうことだよ。これこそ心の中で自信のある料理人小沢だ。いやでもさ、ここの辺って出店ができるところってもうほとんど店をやってるじゃないの。そんなの心配すんな。あ、気に入ったとこあるか？そうだな。ここら辺の店をやってるところは全て出店ができると思う。ここにしようか。甲州大衆館。ここ？俺は少し準備をする。必ず手に入るさ。6000片奎宁，现在就在沙面的英国洋行，但是怎么拿出来，我红鱼帮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上次你们商量，不是要倒进海里吗？那就真的血本无归了。搏一搏吧，我保证，只要运出沙面，我红鱼帮少拿30%。我不赞成再做这种生意了。最后一次行不行？你这药房已经关门了，我还有3000多个弟兄等着吃饭呢。我这当老大的总不能不管吧？宋大哥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我想办法。你凭什么办？红一帮人多势众都干不了。他的本事出了码头那就不好使了。没错，太危险了。用心算计，用钱铺路，这事儿不难。还提拿钱开路？上回在廖四六那儿吃的回忘了？廖四六出卖我，那是想当特侦队队长，现在他会安心给我们推磨。徐老板，咱们的工人得招回来，奎宁一到，马上开工。宋大哥，你的弟兄得撒到大街小巷，药一生产出来，马上分销。有了钱，就可以跟三国有喜掰掰腕子。怎么才来呀？关检查太严，他们不让进。 6000片药都缝在狮子里了，缝结实了吗？放心吧，结实。最后一道关卡了，
富贵险中求，过。いいね。しまい。いやすげえ。すごい。すごいね。見てこれ。すげえだなこれ。面白いな。おお、いいぞいいぞ。面白いな。没看出来呀，多才多艺，你还会这个呢？日本人来了，什么饭都得吃。行，走吧。少河，你得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了。咱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哎呀，风险太大。以后咱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医术，找几个有效的方子，创出自己的看家药来。那药方你有吗？哎呀，方子那有的是啊。哎，这个安宫牛黄丸你知道吗？廖四六拿这片药来举报你，无非就是想在我们日本人这儿增加点分量。我呢，能压得了他一时，可我压不了他一世。毕竟，他还是可以去别的部门举报你嘛。你能扣下这片药，我已经很感激了。你想等我走了之后，一夜卖空，来个死无对证？哼，没用的，陈兄，你呀，是时候找个靠山了。我不会做汉奸的，我的女人是被你们日本人的炸弹炸死的，她不会同意。深表同情。不过，你是懂药的，只要能救人，不用管它是中药还是西药。干嘛非要盯着我呢？我盯上的人何止是你呀？徐南路、谭耀亨、陈野兵、金惠荣，还有你的弟弟妹妹。这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我都盯着呢。我心疼他们，我心疼他们学艺不易，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不容易。我想保一保他们。你这话说的不对，只要你不招扰他们，对他们就是最好的保护。只要他们呢能听从我的安排，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共存做贡献，自然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呢，大东亚共荣共存，这是天下大事，大事不可为。任何的亲情、友情、交情，都要在这大事下，才能得以实现。你说的这个所谓的大事，可能是不对的呢。陈兄，我真的很欣赏你们陈家人，因为你们的胆子都很大。父母去世的早，我们兄妹三人算是野孩子。不管这大事有没有道理，你既然没有本事翻江倒海推翻它，那么你就应该顺应它，顺应大势，不吃亏。说来说去，你是想让我把你当成靠山。没错。那我要是不想靠别人呢？那就走投无路，或是
粉身碎骨。别浪费了，这一片药，兴许能救条命。反正我今天来呢，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这个人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你妹妹可以参加日中文化交流，我可以安排她到日本演出。你和徐南路也可以加入我们大东亚医学促进会。你弟弟呢，当然我也会有所安排。让你费心，我还真是不安心呢。哼。老谭，这开业第一天赔了算了。其实第一天开业赔点正常啊。哎呀，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会算。那你打了一晚上算吧。哎，你听我说啊，粗浅算算这个食材的进价啊，还有后厨和伙计的薪水。略有盈余，挺好啊。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是觉得呀，饭店要想挣钱，就得在菜单上做文章。所以说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加新菜。不对，要充分利用食材。比如说，后厨进了一条鳗鱼。那菜单上就得有好几种用鳗鱼做的菜呀。鱼身做成金钱鳗鱼片，鱼头用凉瓜和咸菜炖汤，鱼尾你切成细条，拿青菜爆炒。你看这么一来，这条鱼每一寸的地方都没有浪费，都能换成钱。老谭呀，老谭，你可太精了！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这前厅后厨都由你说了算。真的假的？真的呀。那要都由我说的算的话，那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啊？我妹妹？后厨看看就知道了。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统计，日军的死伤惨重，元气大伤，士气受挫，日军速战速决的战彻底破灭。荣哥，那咱们该怎么办？对啊，荣哥。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面说过，我们现在就是要树立信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级指示我们，迅速把武汉会战的战果通报给全市市民，粉碎敌人不可战胜的假象。师哥，你们好了吗？小鬼子的巡逻队已经过去了。啊，好了，那我们大家分头去准备一下。匆匆撰写，东坤印刷，汉民运送到位。是。好。哎，你们还没吃饭吧？我让我哥给你们做点吃的，等我回来啊。你就给他们做碗面条就行。哥，你这么大厨房为什么不放点吃的？他们都没吃饭呢。好，下次一定准备好点心。你也是，小金过来为什么不跟哥说一声？他不让我说，他本来都不想来，是我硬让他来的。你这儿不是安全吗？他们是安全了，可是你二哥就不安全了。那我下次就不让他们来了。但我也担心我师哥，你说日本人也抓他，汉奸也抓他，他多危险啊！二哥是那么胆小怕事的人吗？放心吧，以后不仅有点心，吃面也行。二哥你最好了。 1938年6月到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开始了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
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会战，歼敌25万，国軍の勝ちだ！哎。起来吧，都走了。办事不力，源于心软，我挨批评，活该。过去。哎呀，张师傅，嘿嘿，来，看看这个，有人从楼上撒这个传单，影响了市容卫生。张师傅，乖乖把人交出来吧。天台戏院只占天台的1/3，而且不临着撒下传单的那一侧，传单的事跟我们无关呢。你说跟你无关就无关呀？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呀？我说跟你有关系。大楼10几层，每层的窗户都能撒传单呢。你们只找我们天台戏院，怕是本末倒置啊！我就来找你，怎么了？不服气呀？啊？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是天下的事，大不过一个理字。我看你说得着理吗？告诉你，要么乖乖交人，要么老子就封了你的戏院。生气不好，戏院早就停业了。怎么今天说话一个个都这么别扭呢？来人，好了，啊，我来跟2位师傅聊一聊，你们下去找找别的线索。不是我，是。就地重游，还是十分感慨啊。宪兵报道部无缘无故打死我戏班里的正印武生冯瑞山，我也很感慨，竟然是昔日同桌喝过酒的熟人所为，实在是抱歉。那件事情我已经批评经手人了。批评？张班主，正所谓下车伊始，百废待兴之时，政策的执行难免会有些许鲁莽。那冯瑞山就白死了？不，绝对不。只要你和陈师傅配合，一定会找到属于他的公平。太平，好了，我们回去吧。陈师傅，我和 Summer 姐是好朋友，你是他师傅，方方面面我都会多多照应你。用不着，陈立夏已经和我解除师徒契约，你不用看他的面子。好，那我就直说了。过2天有个日本艺术家代表团来广州访问，我想请2位师傅参加，并做演绎示范。我们不会参加的。这可由不得你啊。那你想怎么样？这警察局不是抓到你们撒传单了吗？你这样说话，就不是君子之道了。你跟这个侵略者讲什么君子之道？你，我看你们2个是没吃过苦头啊！要不要下去问问冯瑞山，子弹钻进脑子里什么滋味？你不能不讲理！
礼？我连证据都带来了，还不讲理啊？再说了，你们想找谁跟我讲理？宪兵报道部主管广东文化，我上面没人了，要讲理只能跟我讲。确定要跟我讲吗？演出时间，我会派人通知二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叶兵，这个事情听说就是立夏和小金他们搞的。这两个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呢。挺好，好是好，这不是操心吗？今天这一巴掌，打醒了我。啊，还疼不疼啊？痛在心里。太平，日本人来了，我们再也没有太平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些传单，就觉得解气呀。我倒是理解立夏和小金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怎么可能忍下这口气？你可别钻牛角尖呐！忍一时风平浪静，也不是让你忍气吞声。该生气的肯定还要生气，只是你这个脾气，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哼，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寻短见，又不是我的错，我干嘛要自杀？但我不会怕，我宁可被他们一枪打死，也绝不低头。这是我们的广州。终有一天，还会是一个干净的广州。师哥，你说我师傅他会不会骂我呀？那你就忍着点，他是你师傅，骂你就是爱你啊。那我岂不是应该天天骂你呀？好啊，你现在有哥哥们撑腰了，厉害了啊！我二哥听说今天是我们请师傅吃饭，他亲自要上灶给我们做好吃的。那太好了。哎，来了来了。师傅，师姑，这酒家是立夏的二哥在掌灶，一直说要请两位师傅来吃饭的。立夏，快给师傅们上茶呀！好。干爹，喝茶。好。师傅，喝茶。叫师傅就不必了，规矩不可废。不过你现在也还算不错，我也挺替你高兴的。师傅，你不生我气啦？再叫师傅，我会生气的。哎，好嘞，师傅。好了，立夏，别拿这个开玩笑。小金呢？哎，说说为什么要吃饭呢？好久不见了嘛，师傅。哼，油嘴滑舌，说真话。我们边吃边聊。立夏，去催催你二哥，一定要拿出最好的手艺来啊！好。请两位师傅过来，是想商量宪兵报道部的事。他
他们给各家戏班下了通牒，逼着大家粉饰太平，还要参加什么日本艺术家的联欢活动。哎，你瑞山师兄死得太冤屈，我们戏班跟宪兵报道部势不两立。我知道，所以请2位师傅过来商量一下，怎么才能带动大家一起对抗。哎，你可别乱来啊！我说势不两立，不代表要跟他们硬拼，拼不过的。师傅，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哎，这些是八和会馆该管的事。八和会馆已经被炸了，华光祖师神位尚在。我知道财叔他们也在努力，但是光靠他们人单势孤，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啊。我们就不参加了，最近正准备带戏班子离开广州。没听说你们要走啊？刚刚才有点眉目。哎，师傅有这么多人要养，在广州又不能开戏，每天人吃马喂，受不了了。什么时候走啊？真的有点突然。随时都可能走。今天这顿饭，就当你给我们践行。真要走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哎，我是想堵上他的嘴。小金跟那大师兄一样，太能惹事。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宪兵报道部欺人太甚，就应该团结起来跟他们斗。道理是没有错，但是团结没有那么简单。大快活班的陈杰伦，你还记得吧？他们戏班艺向在南洋嘛，他讲过，南洋有一种蚂蚁，成千上万的赶路，遇到过不去的江河呢，蚂蚁就抱成像皮球那么大的一团滚过去，外面的一层蚂蚁是会淹死的。但是球滚过去了以后，还能接着赶路，那挺好。团结才是正道。是，问题是谁会成为最外面被淹死的蚂蚁呢？我不想你和戏班子出事，所以小金说的事，你就别管了。大东亚医学促进会就需要你这样的名医坐镇啊！别说话，不能泄了气。你的经络有一些板结，这说明啊气血不通。一会儿我给你揉开了就好了。你可以执掌理事之职位。别出声。我不怕泄气，我要请你将广州所有的医馆、药铺都发动起来，积极加入医学促进会。痛则不通，疼为了通，这种药效是极好的。我每天殚精竭虑，就是为了能让广州各行各业都安居乐业，共同建设我们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我亲自上门邀请的，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我可不敢当，不敢当也得当，这是你对广州百姓应尽的责任。好了。晨会3元。当然。军票的话，要4元。太检军司令部3令5审，军票等值。
但是用军票的都是日本人啊。为了表示尊重，我用的那些药酒更贵一些。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徐师傅。在你眼里，我一定是个杀人魔王吧？听说是杀了不少人。我不想杀人，更不想害人。我只想你们给我一个热闹、和平的广州，我也好跟上级有个交代。怎么就这么难啊？非得逼我？这个今天用的药酒啊，劲儿大了，你上头了，回去好好休息。我的邀请，你没当回事儿。才疏学浅，身体抱恙，力不从心。二位，来了一桌日本人，我觉得不太对啊。你看，这帮小日本还挺会吃的，他们几个人点这么多菜？5个。这里边有几道菜啊，都是我们菜馆专门考厨师用的。对啊，一共点了15道菜，有包有烤有蒸有炸。有浸有炒有焗有熬，反正粤菜的10多种各烹技巧都得用上。这可是个内行啊，也很有可能是同行。放心吧，我就喜欢这踢馆。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去看看，我还是不太放心。快去吧。我弟马上走了，我看小日本要拿我开刀了。要让你加入那什么大东亚促进会？什么促进会呀？汉奸组织，宁死都不能加入。申河，你也要留心了，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能做，一步错，步步错啊！亏了德行，人就完了。我知道了。哎呦，就你这个偏激的性子，我是怕你心里分不清邪正。你这话怎么说的啊？我就进了点西药，我就分不清邪正了。你别忘了，你也是大股东。而且，好，你来。生意啊，我是带不走了，存货也带不走了，房子、药房、医馆，我都转给你了。免得日本人来吵架，便宜了他们。你去哪儿啊？乡下，天高任鸟飞。哦，今日啲魚好新鮮啊！雞整到好有雞味。啊，食飯啦！啊，どうぞ。うめえなこれが。いい酒だ。飲め。もっと飲みな。なんで止まるやつ。これいい酒だ。おい岡田。はい。あの人の様子がちょっと変だぞ。とってもいい。気にすんな。この場所はどう思う？ああ、結構いいと思うよ。そうか。どうかいい？あ、食べ物とか結構美味しいね。位置がいい。人気もある。秩序も立っている。はい。おい、飲めよ。乾杯。うまいよこれ。おお、鶏肉です。そうだよ。
诸位，我来介绍这最后3道菜：荷塘秀色、清蒸海鲈、碧绿上汤鸡。喂，大丈夫か？おい、なんとか言えよ！快点！怎么回事？那人到底走了？死了。不是，他怎么就死了呢？你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啊。哎呦，你这老半天忙活啥呢？这是之前赚的你的那部分。张哥，我不要，我回到乡下就有。我知道你不缺，我一点心。伙计，走了。哎，你看你，天黑了，稳着点啊。哎，好。许南冷离开广州，很快参加了家乡的一支共产党游击队。你留在广州，在队伍中救死扶伤，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阿伟，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桌吃饭的人里面，有一个是厨师，日本厨师。诸位，我来介绍这最后3道菜：荷塘秀色、清蒸海鲈、碧绿上汤鸡。所以说是这个日本厨师。现在广州来了很多的日本商人，开药店的，开商店的，照相馆。我估计这个日本厨师是要开酒家。你的意思是说，他看上广州大酒家了？这帮强盗！去后门。来了，你上回那毒药是不是没说好啊？还毒死个翻译官。不得不说，可以。我弟弟人在哪儿？肯定在日本人手里啊。死的那个是第5师团后勤部新招的翻译官。这事儿不对。有什么不对的？法医鉴定结果中毒而死，汤里又验出毒来了，人证物证俱全，你弟弟死定了。这事儿你能帮多大忙？哎，杀日本人的事儿我可不沾。让我弟弟多经历一些也是好事。你帮我问问对方什么底牌，能接得住我就接。我都说了我不沾。那抗日的事儿谁敢沾呀？大庭广众之下毒死日本人，那是抗日，那是自杀。你帮不帮？我去试试。成情了。小沢、死んだ中国人はな、適当に捕まえたやつだよ。アヘンを吸ってるクズだよ。いや違うだろ岡田。こんなはずじゃないんだろ。自分で何とかしてあの店を買うことはできるの？お前そんな金持ってないよ。田舎の物産を全部売っても足りないよ。それにしてもあんなことしちゃダメだろ。なぜダメなのよ。甲州を占領したのだ。こうするのも当然だ。入軍してから俺の心は固くなった。任務遂行するために何もできるよ。今俺たちの任務はあの店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だ。
明了跟你说吧，几个皇军看上这酒家了，把这酒家交出去才能换你弟的命。这酒家又不是他的，他就一厨子，他有什么权利啊？那姓显的不是1块钱法币把这酒家给你弟了吗？你买去，有多少我都要，我给你2块钱。你跟我耍什么无赖啊？有本事你跟日本人讲道理去。另请高明吧。知道任官在哪里吗？在日本军营的仓库里。日本军营，红鱼帮全军覆没也打不进去。我没那个打算，我是琢磨着，能不能等那几个日本人落了单儿，我自己动手，你给我派几个兄弟给我搭把手就行了。绝对不行！邝庆奎拉出去打游击，你知道吗？前2天偷偷进城杀了2个日本军官，现在到处都是关卡和巡逻队。你要是抓了人，半条街都跑不出去。哎，能不能通过行会试试啊？酒楼的行会挺厉害，前些年因为什么事跟别的行会打起来了，还找我们助过拳，打得整条街都炸了。你说的那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你行会出面，你得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吧？你现在找谁说理去？日本军营都不让你进。联系一下显老板啊，他人脉广。再说了，这是他的地盘。我找人把信儿已经送到香港去了，但是什么时候能送到，你知道吗？再说了，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再想想嘛，看看我们还认识什么能说得上话的人，最好能跟日本人有点什么关系，做过生意什么的。哎，詹姆斯侯行不行啊？他跟外国人说得上话。哎呀，不行，他也跑香港去了。还真有一个人能说得上话。大哥，二哥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无论如何不能去找阮非洲。你们具体会怎么做？首先是要保证二哥的安全，这是一次抗日行动，要好好谋划一下。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具体怎么做？具体情况还要再分析，但大体来说，邪不压正，揭露真相，呼吁声援。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办法我不同意。这是有效的办法，而且还可以宣传抗日啊！大哥，师哥，现在得赶紧找到我二哥。可以动用新闻界的力量，通过正当途径揭穿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贪婪，让大家看清真相，同仇敌忾啊！我就问你，如果他们死片了，把人往江里头一扔，不承认怎么办？大哥，这不是陈家一家人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的办法我不同意。你老老实实守着我妹妹，否则别怪我翻脸。等我消息。听小妹说，你也到这家吃早点。是啊，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收入少，去不起大酒家。听二弟说过，风味儿都在民间。可是，高手都在酒家，在民间一旦做出了名头，就会被酒家收了去。怎么，找我有事？我二弟得罪了你们日本人，被抓走了。你已经听说了？我很好奇，为什么不是三妹姐或者金师傅来找我？毕竟我跟他们比较熟啊。长兄如父，这种救人的事，我出面比较合适。那就好，我还以为他们对我有什么不满。怎么可能？如果我请你帮忙救我二弟，什么条件？这么直接？没时间兜圈子。你也知道我是卖药的，赚了点钱。可是，军方跟我不是一个系统。我知道一条地下的渠道，也许你能用得着。如果我需要，我可以动用军舰，不需要理睬海关。那看来，我只能请你吃这顿早餐了。挺好。大哥是个通透的人，那我也不跟你绕圈子。我希望你来帮我。
怎么帮？跟我一起歌颂日中亲善。我尽力。没诚意啊！正常人如果听了我说这个话，要么就会对我冷嘲热讽，或者勃然大怒，再不济也得问问怎么歌颂。你上来就说你尽力，这明显是在跟我耍滑头啊！那怎么的？我先骂你20分钟，然后再跪下来求你，以后相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也不是你说的那种正常人。再说了，你说的那种歌功颂德，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做任何事情都得付出代价，富贵险中求嘛。大家分头去联络所有的行会、商会、工厂、作坊，上级指示要把这次罢工搞成向日本侵略者的示威，以酒楼从业工会、茶居从业工会、茶楼从业工会、粉面茶馆和饼干工会为主，动员大家团结起来。咱们口号是什么？求生存。日本人一直宣扬大东亚共存共荣，粉饰广州歌舞升平，我们用罢工粉碎他们的谎言。那主题标语就写“求生存”3个字。荣哥，我觉得求字不好，为什么要向日本人哀求？对，应该是要生存，体现救亡图存的意思。好，聪聪负责撰写标语，体现生命朝不保夕，百姓不堪掠夺的意思就行。多写一些，要短句，不要长句。是。其他同志分地区、分行业，分头去联络。时间不等人，明早6点起，广州影视行业集体罢市，其他行业罢工声援。是。散会。中共地下党在广州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成立各种抗日组织，印刷、张贴、散发抗日传单，鼓舞百姓士气。日军占领广州的7年时间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从未停息。宋大哥，你得帮忙想想办法。我弟弟一放出来，我们兄妹3人就得离开广州。没问题。去哪儿呢？要不佛山吧？佛山也有日本人。先躲开阮非洲就行，他应该想不到我们会去佛山。不行，我就给你们造点假消息，就说你们跑到香港去了。哎，那更好。找我的。大哥，二哥怎么办啊？放心吧，他明天就能回来。你怎么知道？我找人了。哎呀，你上去，赶紧把行李收拾了。等你二哥回来了，咱们就马上走。我们能不走吗？我跟你二哥被人盯上了，不能不走。可是我师哥还在这儿呢。他能顾得上你吗？他眼里边只有他自己要做的事儿。山河，红玉帮接到通知，号召码头所有工人罢工，声援茶楼、酒楼工会组织的罢市活动。不好，要坏事儿。事情就是这样。我受陈山河之托，替双方斡旋。不过，替皇军服务是我的本分。这件事情，我不方便出面。你去找那个日本军曹，告诉他陈卫不能动，让他换个人坑。我去了，皇军不一定会听我的呀。哦，不对，是我去皇军，他一定不会听我。当然，所以你要说这是宪兵报道部的意思。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去找他们上级理论。这个。接电话，合适吗？你办公室。哦，对。喂。茶楼、酒楼、饭馆、茶坊全罢市了，今天全城无早茶。对，日本人都很惨。
二位在这待的挺舒服呀。廖长官，你怎么来了？受陈山河和宪兵报道部阮非洲之托，救你们出去。啊？他们俩怎么搅和到一块儿了？一鱼两吃嘛。陈山河委托我跟日本人谈判，日本人开出了价码，交出广州大酒家。想得美。是，人家就是想得美，先弄个人死在广州大酒家，证据确凿。现在是，要么你们把酒家交出去，要么你俩去死。你说，是不是很美？那陈山河怎么说？他知道这酒家是你们的心血，当然不肯答应了，所以他才找的阮非洲嘛。阮非洲开了什么条件？开什么条件我就不知道。但是以后你大哥就是阮非洲的人了。我大哥不可能做汉奸，这可就由不得他了。山河兄弟，你怎么来了？你得马上把我弟弟救出来，否则咱们俩交易无效。怎么突然这么着急了？都说是救人了，怎么可能不着急？你是因为金惠荣挑动了罢市，你怕事情闹大了，他们会杀了你弟弟。什么罢市不罢市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要求你信守承诺，也表示一下你求贤若渴的诚意嘛。罢市这么重要的情况，你都不肯主动告诉我。即便现在问你，你还是装作不知道，我真的是怀疑你的诚意。你救不救人？我已经在救了。你们俩商量一下，签个和解书，随便给个几十几百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别辜负了你大哥一番心血。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儿？帮我去给日本人带个话。这广州大酒家我给他们了，但是我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等到有一天东家回来了，这个酒家还要还给人家。不必给人家，你大哥都已经……他们不是只想要这个酒家吗？求人得人，也想拖我大哥下水。这是何必呢？还有第2个条件，广州大酒家所有的员工必须要留用。哎，不包括我，我不给日本人干活。行，那你就这么跟他们说一下吧。我们2个现在马上回广州大酒家，找一些朋友过来作证，当场转让。这位哥，小华，大家都要好好的。
腰を正せろよ。奴に何の借りもない。全部妄想しない。笑え。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人在做，天在看。不说了。再说多了就拼命了。行，吉时已到，签字吧。他先签。有这个必要吗？因为不是我主动想要卖的，是他们逼我的。早く。请各位中人也签字画押吧。前にいるんだ。立夏，哎，快坐。你这手怎么了？怎么受伤了？啊，没事的，没人看到你们吧？没人。好，那你去吧。没事。巴士很成功，触动了敌人的软肋，所以他们想要先解决了我。我大哥都说了不让你这么干。酒楼、茶楼、双生巴士，给了日本人一直宣扬的黄道乐土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不敢再扣着你二哥了。大哥说了，你根本不是为了救二哥，你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你大哥的觉悟还不够，看不明白。我站在更高更大的戏台上，所以我看得比他远。可是你这戏台也太危险了吧？哪个戏台不危险？你二哥好好经营着酒家，你大哥好好开着药铺，却都被别人盯上了。还有瑞山师兄，好端端的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立夏，这个世道必须要挺身反抗，而且我也没有野心，我只有更大的戏台。我希望天下人都能够看到欢笑和美好的戏。立夏，让你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我不能公开露面了，以后你有事找我，可以来一个地方。六哥，有事啊？我给你两头奔波，斡旋成功，这辛苦费该给了吧？还应该的，但是给了你，我就不欠阮非洲的了啊。他是他的，我是我的。再说了，你应该庆幸，不光你弟弟保住了命，你还保住了名声。对，
都是我的功劳。是，进去喝杯茶。喝好茶啊。好。中国人不太友好，不乐意我们来做生意。但是如果没有中国人加入，大东亚医学促进会便名不副实。诸位，让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让中国人加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参加？我们这些人代表不了大东亚吗？我们才是大东亚最重要的民族。来广州开医馆和药店的已经有几十人，广州之外的城市也有一些。我们完全不需要中国人的参与。二位，如今的上海、武汉还有南京，以至于我们所在的广州，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帝国士兵浴血奋战得来的，所以我们商人有义务协助他们稳定住这块市场。三国有喜先生说得好，其实呢，这也是政治的一种。共同的利益能够瓦解中国人，分化他们，同化他们。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我们，帝国的占领才能够根深蒂固。可是我现在去城外收中药，这些该死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卖给我。我的房东还想加房租，我把他送到了宪兵队，索性1分钱都不给他。现在红牌车都敢骗日本人的钱，这就是我们今天商议的目的。1天不能消弭抵抗，1天就不算完成对广州的占领。所以我们要从各行各业做起，同化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广州人，魔高1尺，道高1丈。诸位，回去告诉咱们的同僚，一起努力。嗨。你们宪兵队的事儿呢，我不懂。但是医药行业就得先控制住那个领头的。你擒贼先擒王嘛，你只要把那领头的摁住，其他人自然也就随过来了。怎么摁啊？这些人要么逃出广州，要么装病，关门闭户。其实有一个挺合适的人选。我跟他打过交道，有能力有野心，关键是在这块儿谁都给面。谁？他有一家制造发冷丸的药厂，叫陈山河。陈山河。医药行业呢，想让他屈服，必须得让他绝望。所以陈山河那个生意啊，必须得整黄的。你想让他破产，你是看上他的药房了吧？咱们也不差那一家药房，我这不就是想帮你个忙吗？我是看中陈山河在中国医药商人里的影响力。如果他破产了，影响力还在吗？有钱就有影响力啊！只要让他依附于任何一家日本药店，我们就能让他重新有钱，还能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只有依附于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不是依附，是共存、共荣。这词儿好，共存共荣。陈山河的生意呢，主要是靠走私西药，可以从这方面出发，让他绝望。亏您用完了，完了就不做了吧。我要是能搞来西药呢？咱不是说好不做了吗？现在不光要避开海关缉私，还得避开日本人的关卡。这边廖四六阮非洲盯着我，做不下去了。你在南路药房的安股分成不变，照规矩还存在颐和洋行。到了时间你需要你就去拿。徐南路早的时候呢，给了我几个方子，其中有一个是治头疼的。我跟徐连仲老爷子商量了一下，打算做成成药。
我来弄奎宁，所有的风险我来担，你只要帮我做出发冷丸就行。咱们可以做新的生意。红鱼帮等不了啊，几千张嘴等着吃饭呢。码头的生意不比从前，我心里急呀。之前没做这门生意的时候，这帮兄弟不一样活着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上一次在沙面那一笔，廖四六已经发现了，他贪心报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是对我有所图才给压下来的。你不是能算计人心吗？那我算计别人，别人也算计我呀。只要我继续做，就逃不开算计。宋大哥，这可是让我当汉奸的算计，咱沾不得。有这么严重吗？但日本人也不傻，他凭什么放我一马呀？哎，这样，从现在开始，咱俩不是搭档了，就是纯粹的生意关系。我来弄奎宁，你做发冷丸，加工费该多少就多少，我出，这样行吗？你只要在南路药房做，我就逃不开干系。兄弟，你该不会因为我没帮你救你弟弟，你怪我吧？咱俩万事新招，你说这话？近日，破获一起西药走私案，击毙走私犯罪团伙骨干7名，收缴走私西药奎宁5000片，涉案数额巨大。至此，肆虐广府多年的红鱼帮宣告破灭。红鱼帮还挺有意思，说了这样就能没了，是日本人干的。六哥，山河是我兄弟。你吓唬他，你的仇我可以帮你报，我可以借全帮之力来帮你。在下红鱼帮帮主宋时莲。宋哥，此去黄泉，山高路远，你走好。重情重义。汉子呀，当着死人的面别乱说话。是谁提供的线索？你千万别告诉我是海关缉私，他们没这本事。要是我有这本事呢？那就是你狗拿耗子管过界了。说吧。当我欠你个人情。哎，陈山河，你哪来的这自信啊？啊，每次都冲我吆五喝六的。你别忘了，你是民，我是官，你是匪，我是警，凭什么呀你？凭我不要命。还有，以后别总冤枉我是匪。我是正经手法的药材商人。正经手法药材商人，行。缴获的那5000片奎宁，吐血了吧？开什么玩笑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起合作的那个生意。告诉你吧，这日本人呢，就是想让你们血本无归。多谢提点。具体操办的是哪位呢？是阮非洲啊，还是三国有喜啊？这就无可奉告了。我给钱。
干嘛？我来闻闻是不是你把那个粪便扑进日本人药铺的？谁让你闻的？金惠荣。真是你啊！外面都已经传遍了，说有一个日本人被教训了。你这招也太恶心了吧！你告诉金惠荣，报仇啊是要有方法的。我不是反对他搞游行啊、撒传单的，但我有我的办法，我有的是办法跟他们斗。哥，你怎么了？宋世林，你宋大哥死了。宋大哥呀，不算是个好人。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手底下的人想抓我们钱，你嫂子上了当，急坏了。我跟他呢是不打不相识。他这个人虚荣、要面子、贪吃、贪财，但是对手底下3000个兄弟是真好。我不如他，小妹。人活这一辈子，独善其身容易，难就难在为别人担大旗。我有2个哥哥，还有师哥，我师傅和干爹都会替我担着的。要是有一天让你担责任，那我这大哥就太不负责任了。我不用给我整这没有用的，你都看清楚没有啊？啊，这是啥？这钉子、凶器。我跟你说，我昨天要不是躲在柜台后边，今天你都见不着我。你瞅这手给我弄的。还好你躲在这柜台后边了，要不然就不是拿着夜香和炮仗钉子恶心你了，就是命案了。所以你必须把这人给我抓着，他这是谋杀日本人，无法无天了他。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是谋杀就是犯法。你别给我扯这个没有用的。我到你这儿干啥来了？我做生意，我给你送钱来了，就这么保护我？是。还有啊，我儿子本来身体就不好，你知道昨天给他吓成啥样？你赔得起啊？别，咱国有喜先生，先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是，我知道。这人没事儿，这就是万幸，这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没落到你头上，你觉得身外之物？他要把你办公室炸了呢，你还这么想啊？啊！我想办法把这案子破了，行了吧？你必须想办法，你就干这个的你。我亲自负责把这案子破了，行吧？我去破案了啊！都不知道你怎么忍的。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抓不着那人，我这儿所有损失你们出。廖会长呢是资深警察，破案这方面肯定比宪兵队有经验，你得相信他。我为了帮你们受的伤，你就整个646糊弄我？我们宪兵队抓人呢，也得有方向，抓谁呀？肯定是陈山河呀！啊，我之前告他，啊，回头就报复啊！你看我整的皮片的这儿。我不这么认为。三国有喜先生，你到广州才不到半年，已经吞并了3家药房，而且还抢占了进草药的渠道。你得罪的人可不止陈山河。那我就挨个放心，这事儿就靠你们了。三国有喜先生，杀人也得讲究合理合法，都杀光了，谁替我们工作呀？那帝国士兵不惧艰险打下来的王道乐土，还是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呀？当然是。但是据我所知，开拓团每年都在增派人手，但是分到我们手里的土地只有这么大点儿。中国实在太大了，
这块肉啊，得细嚼慢咽。你瞅着这个，你咽得下去？着什么急呀？先记着，徐徐图之。阮副主任，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